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家餐厅呢，是以日式传统为基础，以摩登形式来表达的高端日料，位于这个亮马桥的汇家大厦负1层。同样的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订，定金的话是每个人500块。餐厅呢非常好找，负1层下了电梯就能看见，按门铃后呢会有服务员来开门引导。一开始呢，我以为这个用餐也在负1层，进去后才发现，它这个1层有个吧台，一个大长桌，一般呀是店家举办活动的场地，客人用餐呢都是在楼上。上楼后呢，大厅有几个散桌，周围一圈啊都是包间，整体空间不小，装修风格是日式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。不过我们此次的包间是唯一的榻榻米包间，更偏传统日式风格一点。一进包间呢，桌上还准备了玫瑰花瓣和蜡烛，布置的挺好看的，氛围也挺好，就是啊不太适合俩大老爷们用餐。收费的话，他家是分3档，1680、1980，还有2580，并且没有单独收包间费和服务费。我们此次选择的呢，就是2580块钱的套餐，并且呢有这个套餐的配餐酒可以选择，价格呢是998每位。在开始正式用餐前呢，先是上了一个菜单上没有的赠品，是用12种蔬菜炖制的疙瘩汤，非常的鲜美暖胃。店家应该是考虑到啊，这北京刚入初冬，开始用餐前呢，先用一个汤品让客人暖暖胃，更好的进入这个用餐状态。喝完汤呢，就是正式的第一道菜，很有仪式感，用装糖果一样的塑料纸包着的走地鸡脆骨丸子，就跟拆礼物一样打开。店家是希望给人一种开启这一餐的幸福的感觉。打开后呢，浇上糖心鹌鹑蛋，再由服务员擦一些黑松露在上边。脆骨处理的非常好，一点都不硬，再搭配上鹌鹑蛋滑腻的口感和黑松露独有的这种香，虽然吃起来口感味道还不错，但总感觉有一点形式大于内容了。第二道呢是松叶蟹燕窝，萝卜呢被雕刻成了银杏的样子，点缀了一点柚子皮，给人一种深秋的感觉。最上面透明啫喱状的呢就是燕窝，下边是松叶蟹，一圈绿色的呀是出汁浸过的冬瓜，内里包裹的呢还有3种白身鱼，分别是金目鲷、真鲷和干鲷的鱼肉制作成的真薯。这个汤呢看着清澈，喝起来也特别的鲜美。松叶蟹和燕窝感觉是有点点缀的作用了，内里的这个真薯口感绵密啊，又极其的鲜甜，搭配着这个冬瓜萝卜一起吃呢，感觉挺有意思的。接下来呢就是第3道鱼生薄切，使用的呢是时令的黄石鱼肉，据说是用蒿草啊熏成了3成熟，上面切的很薄的呢是3片青柠，下边红色颗粒的呢是三文鱼籽，并且还搭配了店家自制的萝卜、柚子、红胡椒和这个意大利柠檬醋粒儿。店家呢把它这个鱼啊分为了2份，开始我还会担心直接吃柠檬片会很酸，但是搭配上面的配料一起送入口中啊，先是感觉到柠檬的酸味儿，之后就是三文鱼籽这种爆浆的口感，还有萝卜的酸甜，之后再带有这个烟熏感的鱼肉啊，每一样食材单独的味道都特别鲜明，并且越嚼越香，混合在一起呢，这个味道也特别的和谐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然后呢就是刺身环节，山葵左边白色的呢是蜜干鲷，再往上是金目鲷，用紫菜卷着的呢是大竹夹鱼，还搭配了黄瓜丝儿和这个日本小葱以及姜泥。然后就是金枪鱼的大腩，金枪鱼大腩下边是金枪鱼的翅身。这个蜜干鲷呢我查了一下，其实就是人工饲料中掺入这个蜜柑而养的鲷鱼，吃起来并没有明显的蜜柑味儿，感觉主要是噱头，为了卖得更贵。金目鲷呢感觉中规中矩，不过这个大竹夹鱼的卷儿呢倒是调味挺特别的，带有一点点葱姜的香味儿，更加凸显了鱼肉的鲜味儿，还有黄瓜爽脆的口感形成反差，没有吃出来任何的鱼腥味儿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然后就是金枪鱼的大腩和翅身，品质也还不错，非常的新鲜。刺身虽然看起来简单，其实还是非常考验一家日料店水平的。这家店整体呢感觉还不错。接下来一道菜呢叫做蓝点川乌，据介绍其实就是一种马鲛鱼，不过我查了一下，网上说只有清明节前后加起来1个月的时间内，在宁波象山港内捕到的马鲛鱼才能被称为川乌，是马鲛鱼中的极品美味。鱼肉呢先是经过油浸低温慢煮，然后腌制和烤制，最上面沾的这一层呢是店家自制的米通，周围各种黄色片的呀
是刺菇、栗子、红薯、牛蒡的脆片，模仿这个秋天落叶的感觉。上面跟糖衣似的脆片呢，其实是用土豆做的，模仿深秋初冬叶子上结霜的感觉。这整道菜的摆盘，我感觉充满了意境跟巧思啊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鱼肉的话呀，感觉有点偏柴，不过店家上菜前呢，特意的强调了一下，这道菜本来就是为了吃完前一道充满油脂的金枪鱼后特意选择的。接下来这道菜呢，叫做拥抱，时令的招牌菜。一般传统的日料店里呢，鲍鱼都是经过酒蒸，口感软嫩。这家店呢，是在传统的日料基础上，采用更加现代摩登的方式去创新，在这道菜上感觉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。采用的鲜活的鲍鱼处理后直接黄油香煎，口感更加 Q 弹有嚼劲，搭配改良后的爆干酱，带有淡淡的奶香。感觉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盘子上边五颜六色的蔬菜粉，有紫薯粉、胡萝卜粉、南瓜粉、菠菜粉，还有红菜头粉。这个看起来可能花里胡哨，但当时我用鲍鱼肉裹满了这个五颜六色蔬菜粉之后，发现融合的非常完美，各种蔬菜的芬芳，再加上浓郁的爆干酱，配合这个鲍鱼，非常的好吃。吃完之后不够吃，我又点了一份。接下来一道菜呢是秋叶梨冰霜，主要是用来清口和过度解腻的。上面透明的洞洞呢是用雷司令葡萄酿制的干白做成的洞，不过经过处理啊，这个洞就没什么味道了。梨的冰霜呢非常的爽口，梨味很香，甜味适中，整体用来过渡呢感觉还可以。接下来一道菜呢是和牛菲力，它选用的这个食材啊是没有冷冻过新鲜的和牛，先是低温慢煮，然后再烤制。虽然看起来发粉，但其实它是已经接近全熟的状态了。因为是新鲜的牛肉啊，它吃起来口感软嫩多汁儿。旁边呢搭配了油马山椒、南瓜酱、羽衣甘蓝，还有自制的土豆片，底下呢还搭配了洋葱酱。这道菜给我的印象也不错，因为油马山椒和洋葱酱的调味，吃起来特别有日式西餐的感觉。下面一道呢是金鸡鱼，里边有各种蘑菇，有金茸菌、赤松茸、猪肚菌、鸡枞菌、白茸菇、蟹腿菇、五茸。最上面这个方形颗粒状的呢是日本的一种白萝卜，叫无精，和这个胚兰，俗称菜头啊，类似这个咸菜疙瘩。上面的汁儿啊是用出汁做的一种玻璃芡，日本呢叫银芡。藏在菌类下边的呢是烤制过的金鸡鱼，充满了油脂感的金鸡鱼啊，在这个烤后带有一丝焦香，搭配这个新鲜的汤汁和菌菇，吃起来感觉特别满足。接下来呢就是高汤卷，也是店家的招牌主食。细卷里边卷心呢是用紫苏和腌制的黄大根制作的，小碗里边啊是马粪海胆、三文鱼子和日本的小葱，还有腌制过可生食的蓝黄鸡蛋，以及最下面的金枪鱼大南鱼泥。旁边还搭配了一个卡路加定制的9年低盐版的鱼子酱。吃法呢就是将小碗里边各种高端食材搅拌后浇在这个普通的细卷上，最后再加点熏鱼子酱，一同入口啊，各种食材冲击着味蕾，细卷中的黄大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虽然吃的特别满足，不过不得不说啊，这家店的菜量真的是够大的，头一次让我在这种高端日料店有一种撑到吃不下去的感觉。最后呢就是柚子冰沙，摆盘非常的漂亮，使用的是彩色的海藻，很有秋日的氛围。最外面使用的呢是高知县的柚子做的一个柚子脯，最上面呢是用爱媛县橙子做的慕斯，下面呢是高知县柚子果泥做的冰沙和雷司令果冻，以及这个奇异果果肉，糖片呢也是奇异果做成的，酸甜清爽的一道甜品，作为整体的收尾还不错。最后呢就是评分环节，他家环境呢跟我之前某家店正好相反，外边给人的感觉一般，但是包间的氛围呢我是非常喜欢，可以4星半，服务也是非常专业，并且不含服务费，4星半。食材使用的也是恰到好处，毫不吝啬，4星。出品的话呢，除了一上来用塑料纸包着的走地鸡丸子给我感觉过于夸张以外，后边呢都是非常符合我的审美，食材之间的搭配也恰到好处，4星半。最后呢就是性价比。对我而言啊，虽然2580算是很贵了，但头一次让我在这种价位的日料店撑到吃不下，我觉得给个4星真不过分。最后做个总结的话呢，就是喜欢创新日料并且没来过的小伙伴呢，可以来试试。但需要注意的是啊，如果你跟情侣来，并且想做我今天这个同款包间的话，最好跟店家预定一下，因为他家好几个包间，我做的这个呢是他家最特别的榻榻米包间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就关注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